8年前，也就是2017年，也没有很遥远，对不对？但是等到明年2017年的电动车的电池质保就到期了，你会去买这些车的二手吗？好，各位买家好，我是董买买。如果最近你要买电动车的话，有几条消息你应该放在一起看一看。首先呢，部分增程车的车主他们发现他们的电池衰减过大了。增程车型呢，因为它的电池比较小，他们是靠着发动机加油来获得较长的续航的。买的时候呢，他们都觉得城市里头用电，长途用油就挺好的。结果呢，实际提车回家之后，发现用电的话成本很低，用电的话车会更安静，然后性能也会更加好。最终呢，他们的结果就是城市和高速都来充电。增程车主呢，甚至会以一年只用1箱油为荣。那因为增程车的电池比较小，再加上他们平时都用纯电，所以的充电次数会比较频繁，电池的循环次数就会增多，100多公里就充一次，所以几年累积下来之后，电池的循环次数是要比纯电车多的，因此呢，电池的衰减就变大了。加上现在是冬天，部分增程车车主已经感受到自己电池衰减造成的影响了。第二件事呢是前2周吧，保时捷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电池召回。保时捷在中国、在美国其实都在召回它的 Taycan 电动车。美国的召回呢，说是因为 LG 化学电池的原因，那处置方法呢跟国内是一样的。那个车呢不是直接给你换电池，先让你回去装一个软件去检测电池，如果发现这个软件报告说这个电池不安全的话，就帮你去更换。但是呢，这个电池也不是更换整个电池包，它是更换电池包里的具体的模组。在没有更换电池之前呢，保时捷建议充电值充到80%，防止这个车烧了嘛。第三件事呢，就是国内的某个品牌车型，它先是偷偷的去限制了充电的功率，把原来的300千瓦充电功率呢限制到了100千瓦以内，整个充电的平均功率大概只有60千瓦左右了。车主们一起在骂，在小红书，在各种地方骂，然后盖不住了，因为骂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企业呢还想继续卖车，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消费者关怀计划。所谓关怀呢，就是喊你回门店检测电池，看看这个电池是不是应该换了。那这里面有一件事儿啊，就是车厂竟然不知道这个电池是不是应该更换，竟然要你回门店检测才知道。而且呢，这个关怀计划呢不是一个召回，召回呢就是他向质检总局申报，这一个批次都拿回去，对吧？但是关怀，那谁先关怀，谁后关怀，关怀谁不关怀谁，这个企业说了算的呀。这里面呢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在10月13号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呢，我很隐晦的在视频里头说了，你作为消费者，他帮你换了一块电池，你看似赚了，但其实你承担了巨大的风险。有一些品牌呢会以消费者服务的名义喊你回 4S， 悄悄的呢跟你说检查一下电池吧，检查完之后跟你说，哎，先生你好，我们给你免费换一块电池。听起来呢，你觉得这个车已经开了2、3年了，换一块电池好像很开心，而且也不要钱。其实你想想看，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车企才愿意免费帮你换一块电池？在你这块电池被检查、被更换之前，你究竟承担了怎样的风险？上面这些事儿呢，只是一个开始，其实接下来会越来越多的。不能换电的车，它的电池召回是很痛苦的。他们甚至呢没有远程去识别电池状态的能力，往往呢他们要先去门店识别车辆，给你先刷一个固件，在最终更换电池包之前呢，去限制你车的电量，去限制你车的充电功率，等着排队去换电池。因为你不能换电啊，所以这个电池呢要从工厂运出来。运到4S店的售后，然后挨个来换，去4S店拆装电池，这个呢需要花费很多工时的。那如果呢这个电池包企业还在生产，还算简单啊。那对于车企来说就是算账，算这个到底要花多少钱把这批电池更新掉。那如果这个车它后面还要卖，所以基本上呢大家闹得凶一点还是可以去换的。但是如果这个电池包再过几年已经停产了，这个车甚至都不卖了，我觉得大概率企业是没办法认这个事儿的。电池包都停产了，这事儿搞不了的，好吧？那售后呢，去更换电池其实也分几种啊，是更换整个电池包呢，还是换模组？换电池包呢要容易一点，但是成本会高。换模组呢，就是要打开电池包的盖板，把里面的一个模组特定的不好的拿出来单独更换掉，很便宜，但是呢要花掉更多的工时。换的电池包呢也分好几种啊，到底是全新的电池包呢，还是符合标准的翻新的电池包呢？换了电池包质保有多久呢？这些地方呢都是大家需要额外关注的细节。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保修期内电池坏了，这种呢其实算挺好的结果了，至少厂商呢按照3包要给你免费换一块。小红书的一位网友呢就分享了他特斯拉 Model 3电池坏了质保的经历，正好还在8年内给他换了一块电池，省了10几万。
Model 38年之后，这个二手车价不一定能卖到电池钱啊。对，虽然 Model 3的最便宜版本是60度的磷酸铁锂电池，但是官方报价依然是12万多块钱，算上工时费什么的要13万多。所以二手车是二手车，但是电池换一块真的是很贵的。从今年开始呢，大量的电车要面临了8年质保逐渐到期的问题。我觉得人们呢会越来越认识到电池的质量以及电池日历寿命的重要性。毕竟呢，电池除了循环寿命之外，它本身是一个电化学产品。就你买在家里，你每年只开5000公里，到了8年，到了更多的年份之后，它的日历寿命到了，电池依然有要更换的可能性，电池会过期的。这个跟燃油车里面的油箱它就是一个塑料制品嘛，对不对？它基本上是不会过期的。但是电池这个是会存在过期这件事儿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就这么说吧，无论大家如何努力，技术如何进步，电池出问题其实是概率事件，对吧？宁德时代也无法保证它电池是100%不失效，对不对？那电池的出现失效呢，包括不限于什么生产缺陷呀，使用渐渐的就折旧了呀，用户呢那个过了一个坑，过了一个土坡，是吧？意外损坏等等。换电体系呢，其实是最容易识别到电池问题，并最简单更换的。你随便找一个换电站，3分钟就能换一块电池，对吧？有问题的电池呢，换电站体系直接就拿它不流通了，车厂把这块有问题的电池给它搬回去，该理赔的去理赔，该报废的去报废，这事儿就结束了。不能换电的电池出问题，而且大概率是几年之后才出问题，就是茫茫多的消费者跟企业对抗，要么消费者赢了，企业支付出成本，要么消费者输了，企业装傻，反正你的二手车卖不掉是车主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未来要搞换电？确实换电速度是吊打充电的，换电3分钟以内就能搞定。说起来充电动不动就说自己什么10%到80%，只要15分钟，真正你日常用一下，对吧？你来都来充电桩了，你只充80%就走嘛，还是得花个40-50分钟，差了10倍到20倍的效率。但是补能快仅仅只是整个换电体系优势的一部分，甚至你不能说是最大的部分。换电保证了整个车与电池是解耦的，未来的思考呢，永远都是更长远的安排。今年3月14号，他们在北京开了长寿命电池会，里面提到呢，通过电池的本征研发加换电站的运营，来保障电池15年85%的容量，同时呢，不会去限制每年开多少公里。对，你买一些品牌的车型，它会限制你每年开多少公里，超过这个2万还是3万的里程之后，电池就不质保了。这不是坑爹吗？像我这么爱自驾游的人，随随便便跑一趟就是7-8千公里啊，是不是？所以未来的车型是不限制每年跑多少公里的。这里面呢，换电站对于电池使用温和的充电，对于电池充电时候的实时监测都有很高的要求。要知道，大部分车企在连你电池是好的坏的都需要去售后才检测的时候，未来已经把整个电池的一整套完整的监控，以及整个电池的充电还有频次使用所有的大模型都已经应用在换电站上了。所以电池在自己的车上不能更换的呢，只有快速衰减一条路，在换电站才有更新的可能，才有慢速衰减的可能性。不信的话，你多用几次超充，你看看充多少次给你限制充电功率嘛。有些人呢嘲笑未来干换电，结果换电站到今天已经马上3000座了，换电次数这2天就会突破6000万次。对，我上一次做视频的时候还是4000万次啊，6000万次换电啊！你想一想，每一次大概率上都是比充电令人更加愉快的。车呢也卖了60多万台了，每一台未来都不担心电池衰减，每一块换电都吊打所有的充电。我都用6年时间换电了，我都享受了这么先进的技术6年了，你们充电啥时候才可以3分钟完成啊？你们不能用一个落后的技术比不过就天天诋毁换电，对吧？那为什么未来要搞换电联盟呢？为啥企业们默默的加入了呢？你仔细去想一想背后的原因啊。还是那句话，20万以上的车型，如果你的车不能支持换电，你这个车啊至少就比换电的车型贵了10万。这10万块钱就是你以后要付的支出的成本，是你跟企业博弈去搞你那块电池的潜在可能性的费用。记住这句话，一台车要用10几年的，你是一手车主你不在乎，但是车要卖2手，要卖3手，要卖 N 手的，而电池不行的话，后面 N 手没人要，最终损失的是你一手车主的保值。8年前的第一批电动车已经面临质保到期了，就问，如果不能换电的话，你敢买这些车的二手吗？8年前的二手电车你不敢买，凭啥你现在买的新车8年之后你就能保证出得掉二手呢？
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你就知道为什么蔚来一直说自己是长期主义，为什么长期主义会被人故意嘲笑。想明白之后，我觉得买电车你可以买很多台啊，但是有一台蔚来是必须的，好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懂买买，买买在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